一入口那个柠檬很清爽的酸，然后后面香气慢慢的跑出来，好好吃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比，我是小野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的是油波年糕。这道菜怎么来的呢？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嘛，就不想在厨房待太久，所以就常常一个拌面就解决一餐。但是最近有点吃腻了，3餐都是拌面，哪有？乱讲，没有那么懒。总之呢，我们就是面条吃腻了，所以就把面条换成年糕。那年糕它的口感也比较有嚼劲，而且无麸质饮食的人也可以吃。今天这整道都是没有麸质的。那除了油泼以外啊，我今天还会加一点柠檬，让它整个香气呢更清爽，更适合夏天开胃的料理。想着就很想要吃了，想着就是太流口水了。好，那开始之前呢，也欢迎大家点击下面的置顶留言去加入我们的赖官方客服。加入进去之后呢，你只要点击今日食谱，就可以得到我每天精心制作、精美的、完整的蔬食食谱。那如果你点击加入团购社群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回答问题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团购社群。里面呢，每周都会有我们精心严选出来的蔬食产品，像是这一周会有好吃的天贝饼干，它是 DGI， 然后很健康又有饱足感的营养饼干。然后在下一周呢，也会有很方便的像铁板面酱啊、意大利面酱啊等等的，都会在里面分享给你们，所以欢迎大家去点击下面的置顶留言加入哦。好，那今天要准备的食材有宁波年糕、老姜、柠檬、香菜跟白芝麻。那我们就开始喽。首先呢，我们把老姜切末，然后香菜呢切小段。就是油锅之前呢，我们先把这些粉类都调好，刚刚的老姜在里面，然后加入孜然粉、13香、辣椒粉跟芝麻、白芝麻，然后这个13香也是我们团购里面会团的味旅的调味料，很好吃。我都是用他们家的13香。油泼啊，好像很多人会害怕，但其实在家里做是一个非常简单又快速，可以让香气整个喷发的一个料理手法。它只要把油倒到锅子里面，然后加热到大概160度。160度怎么测呢？就是你筷子放下去，它开始在周围冒一些细小均匀的泡泡，不是那种慢慢的小泡泡，而是它已经在边边冒一个均匀的。多的小气泡的时候，就是大概160度到170度左右。那如果你放下去，它就是整个啪这样很多密集的小气泡的话，那可能就是180度以上。所以大家可以用筷子测试法，就不用再去买温度计，就很方便。好，现在就来加热我们的油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。我们现在油温已经到160度了，然后我们大概分个2次，因为油的量没有很多，大概分2次倒，然后边倒的时候要边搅拌哦，一定要赶快搅拌。接着我们就来煮年糕。那如果年糕吃不完呢、我们之前有拍过一集，就是拿来煎的，然后再撒一些辣椒粉啊、孜然粉啊，它就变成一个很脆口的零食，那个也超好吃的。那个超级好吃，那个会有点太刷出，很适合配电影、对对对，看剧。年糕煮软之后啊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刚刚调好的油泼酱里面，肥肥胖胖的。接着我们就倒入酱油，然后味淋，挤一点柠檬汁跟刚切好的香菜，全部倒进来，然后拌，就有一个好吃的油泼年糕。开动！哇塞，你看这个，柠檬，对，对不对？
一入口那个柠檬的酸，它是那种很清爽的酸，然后后面会掺了油泼的酱的香气，再加上这年糕它本身的嚼劲，一口咬下去，一口咬下去，哇，那香气慢慢的跑出来，好好吃哦。这有点结合了韩式的味道，就是中式跟韩式结合在一起的感觉，很优秀。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加柠檬，一定要加。它看起来很重口味，但其实吃起来超级清爽的，因为有柠檬的关系，然后因为孜然粉也没有到很多，它就是一个淡淡的孜然香，然后最主要我觉得是那个辣椒粉跟芝麻的那个香气。而且啊，你的油也没有用很多，它其实下去不会觉得很腻哦。对啊，不会腻。好好吃哦。然后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好吃的素食料理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